好，你好，人类好，我不是 Miki。你猜到我是谁了吗？今天由我来主持节目。我跟 Miki 共同创作了下面这个有趣的故事。这故事比我们之前写出的最有趣故事还要有趣。等你准备好，就让你见识一下 MA108 祖间女与猴子的故事。夜色降临，阿巴绕光的东部某个无名小镇，马路上的霓虹灯在无数的人流中闪烁。有个格格不入的女人在角落站着，她是染着黄色头发的祖街女，穿着一件破旧的黑色皮衣。她的眼睛是深深的棕色，像沉积了千年的古井，没有任何光彩。她的喉咙没发出任何声音，但她的眼神却说出了千言万语。她用眼神扫视着路过的男人，希望能找到一个愿意付钱的客人。没人知道她到底是不是真的哑巴，没有人知道她来自哪里。然而，她的存在已成为这个繁华地区的一种静默的符号。这个小镇的另一头，住着一个懂得夜观天象的老鸨，他住在一栋豪华的别墅里，拥有一群美丽的女人。他总是熟练地利用女人的希望与恐惧来控制她们，使她们如同他手中的棋子。这一切都归功于他丰富的心理学知识。他自认为聪明过人，他的骄傲让他不能忍受别人的指挥。他的世界是他自己的，没有人能进来，也没人可以出去。每天晚上，他都会站在阳台上，用望远镜观察天空中的星星和行星，试图预测未来的生意。两个人的世界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产生交集。黄发女子在街头捡到一个遗失的手机，里面的通讯录引导她找到了老鸨。你是来还手机的吗？老鸨开门看见这个女子拿着她的手机，眉头一挑，他一眼就能看出这女人流落街头，有一餐没一餐。最重要的是，她正是他需要的人才。他一看就知道，这女人不需要他整天盯着，不需要他发号施令，自己就能做事情，因此他决定收留她。你叫什么名字？老鸨问道。黄发女子没有回答，只是用眼神示意手机。你是哑巴吗？黄发女子点了点头，拿出自己的手机，打开笔记本 APP， 打出了几个字，我可以写字。老鸨看了看他打出来的字，觉得有趣。我很会看人，你一看就很聪明。想不想跟我一起工作？我会给你合理的报酬和住处。我知道你可能觉得这没什么，但是你要知道，很多人都抢着想跟我一起工作，因为我从来不会亏待任何人。黄发女子想了想，又打出了几个字，你要我做什么？老鸨笑了笑，不用担心，我不会让你做什么危险的事，我只是需要一个能帮我处理一些杂事的助理，你只要听我的话就行。黄发女子看了看老鸨，感觉到他的权威与自信。机会难得，这也许能改变他的人生。不过，那句不会让你做危险的事情的话，反而让他有点担心。但是他需要一个住处，也需要一份收入。于是他点了点头，表示同意。老鸨满意的笑着，很好，那你就跟着我吧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的人了。黄发女子默默听着，脸上露出了微笑。老鸨带着黄发女子进入他的豪华别墅，给她安排了一间雅致的房间，还给她换了一套新的衣服，让她洗去身上的尘垢与疲态。你可以叫我阿姨。老鸨对黄发女子说，我是这里的老板娘，所有的女人都听我的话。你是做什么生意的？黄发女子用手机打出。你不用知道太多。老鸨摇了摇头，只要知道我们在阿巴绕光是合法的，不会有人来找麻烦。你有一双聪明的眼睛，你看起来不像其他女人，你有自己的想法和主见，我喜欢这样的女人，因为这是女权主义者的象征。那你要我帮你做什么？很简单，老鸨说，平常我会需要你帮我处理一些文件，跟一些客户联络，但是现在你只要陪我聊聊天就行了。免费送1000万金币。老板，很多玩家说我们是骗子，他们没收到金币。就这样，老鸨点了点头。当然，如果你想多学点东西，我也可以教你。我可以教你怎么看星象，怎么算命，怎么掌握人心，这些都是我的秘密武器。黄发女子听了，心中有些好奇，也有些不安。
明天我需要你去替我办一件事情。什么事情？黄发女子用手机打出。你不用担心，只是一件小事。老鸨说，你只要去一个地方，把这个包裹交给一个人，这个包裹里面是什么，你不用知道，也不要打开。老鸨说，这是我的一个重要的客户，他会给你一笔钱作为报酬。他是谁？你只要记住他的名字和长相就行了。老鸨说，他叫做阿龙，是一个高高瘦瘦的男人，戴着一副黑色的眼镜。你明天早上8点到这个地址去找他，这是很重要的包裹，一定要送到。老鸨把一张纸条和一个红色的布包递给黄发女子。为什么不让别人去呢？因为我信任你，而且你是哑巴，不会说话。老鸨说，这样比较安全，也更低调。黄发女子看了看纸条上的地址，觉得有些奇怪，那是一个动物园的入口，你只要按照他的指示做就行了。记住，不要迟到，也不要让别人发现你。黄发女子点了点头，表示明白。第二天早上，她按时到达了动物园的入口。她看见一个高高瘦瘦的男人，戴着一副黑色的眼镜，在门口等她。他手里拿着一个笼子，里面有一只小猴子。你是阿姨派来的吗？男人问道。黄发女子点了点头，把布包递给他。这是什么？男人接过布包，好奇地打开来。男人打开布包，看见里面是一颗定时炸弹，还有一张纸条，写着，阿龙，你欠我的钱还没还，这是你的下场。什么？男人惊恐地看着布包，想扔掉它，但已经来不及了。炸弹爆炸了，将它炸成了碎片。黄发女子被巨大的冲击力推开几公尺远，跌倒在地。拦住老板！放开！我受够了！她感觉到耳朵嗡嗡作响，身上也沾满了血。她想要移动身体，但她的腿却动不了。她惊恐地看着眼前的景象，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她不知道老鸨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难道他不知道自己会被牵连？况且猴子是无辜的啊！幸好很快他就发现小猴子没事，是那铁笼子保护了。这时有人从动物园另一侧跑出来，谨慎地向他走来。他们是动物园的工作人员，他们看见爆炸的现场，也看见他。快叫救护车！一个人喊道。他是不是跟地上那只猴子在一起的？另一个人问道。不知道，他身上有血，可能受伤了。你没事吧？哈喽，你怎么一句话也不说呢？也许是吓傻了。他们走到黄发女子的身边，想扶起她。黄发女子想要挣扎，但她没有力气。别怕，我们不会伤害你。一个人安慰她，另一个人则把装着小猴子的笼子提起来。小猴子被刚才的爆炸给吓得吱吱叫个不停。你叫什么名字？黄发女子没有回答，只是用眼神求救。动物园的工作人员看着黄发女子的眼神，理解她的困境，明白现在不是问问题的时候。他们迅速拿起对讲机，通知动物园的安全人员和救护队伍前来处理这个紧急情况。在几分钟后，安全人员和救护队伍赶到现场，他们将黄发女子轻轻地抬起，放在担架上，并为她提供急救处理。同时，其他人开始对爆炸现场进行调查，保护现场证据，确保动物园的其他游客和工作人员的安全。黄发女子被送往附近的医院接受进一步的治疗。在医院里，她得到了必要的医疗照护，并接受了警方的问话。她提供了她所知道的一切信息，包括她被卷入这起爆炸事件的情况。警方开始调查这起爆炸案件，并寻找爆炸装置的来源和制造者。同时，他们也保护着黄发女子的安全，以确保她不会再受到威胁。黄发女子在医院里住了3天，她的伤势已经稳定，但她的心情却很不安。她不知道老鸨为什么要陷害她，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。她想要逃离这个地方，但她没有钱，也没有亲人。老板，很多玩家说我们是骗子，他们没收到金币。他们是通过下方的链接下载游戏的吗？不，他们没有。那他们就玩错了。这支影片才是官方下载渠道，新下载的玩家每人都会收到1200万免费金币，登入后每隔15分钟还有更多金币。小
小猴子在爆炸事件中没有受伤，它被动物园的工作人员带回动物园。被炸弹炸了之后，它每天都在笼子里发出哀鸣。动物园的工作人员发现了小猴子的不寻常，他们认为它是在想念黄发女子，于是决定带它去看望黄发女子。第4天早上，动物园的工作人员来到了医院，他们带着小猴子和一些水果。他们找到了黄发女子的病房，敲了敲门。你好，我们是动物园的工作人员。一个人说，我们来看看你，还有带来了一个朋友。另一个人开心地说，他们把笼子放在地上，打开了笼子门。小猴子一看见黄发女子，就兴奋地跳出来，吱吱叫着跑到她的床边。他用手摸摸她的脸，用晶亮的大眼睛看着她。黄发女子看见小猴子，有点惊讶，你们为什么要在我的病房里面放猴子呢？黄发女子用手机打出，她感觉到小猴子对她莫名的关心。我们把你的猴子带回来啦，你看它很想你。这不是我的猴子啊，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呢？如果不是你的猴子，它为什么会对你这么热情呢？我们是从警方那里得知的。一个人说，警方说你似乎是无辜的受害者，你只是被利用了。那爆炸案件有什么进展吗？不晓得，但警方怀疑你被诱骗成为了杀手。那我现在怎么办？你不用担心，警方在调查清楚之前会保护你的安全，你只要等待康复就行了。好的，谢谢。黄发女子试着将抱紧她的小猴子给推到旁边。你们可以带走小猴子吗？小猴子，动物园的工作人员看了看小猴子，又看了看黄发女子。他们发现黄发女子和小猴子之间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与温暖的羁绊。我们不能带走小猴子。一个人说，为什么？这不是我的猴子啊。我们相信它是你的猴子。小猴子是一种野生动物，你要好好照顾它，你必须有责任感，不要让它受到伤害，也不要让它感到难过或困扰。另一个人说，一定要把它当成你的家人来看待。黄发女子听到这里，激动地打着字，这真的不是我的猴子啊。动物园的工作人员看着黄发女子和小猴子之间的亲密互动，互相点头，内心感到十分欣慰。他们觉得这是一个美好的结局。那我们就先走了，祝你早日康复。一个人说，如果有什么需要，可以随时联络我们。另一个人说，他们跟黄发女子和小猴子道别，然后离开了病房。为什么啊？故事到此结束。这个故事有趣吗？我觉得太有趣了，所以我一度想继续看下去，不过还是结束了耶。如果你变得太伤心的话，都是 Mickey 的错。好啦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，各位期待我继续主持的话，欢迎在影片底下留言，别忘了帮如此美丽动人的我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影片更新。那么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